自己的飞机都看不住，还想打别人飞机呢？像这样的空军还能要吗？俄罗斯空天军一天之内损失了4架先进战斗机。其实啊，他们背后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。既然他们不愿意说，今天呢，咱们就给他揭揭盖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。乌克兰情报部门21号干了3件大活，每一件啊都是教科书级的案例。先说第一个，2架俄罗斯的苏30先进战斗机，一架5000美金，2架就1个亿呀，居然被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啊焚毁了。没听错啊，不是击落，就在机场啊给他点了。这里边啊，外行通常觉得这事儿很热闹，咱们作为资深军迷就给你分析一下，这里边的门道啊深着呢。21号，这个实施部门是乌克兰的国防情报局，他们啊派了至少有4名的情报人员，其中有2个至少是俄罗斯的策反人员。他们啊经过10几天的观察，他们就发现了，在距离边境340公里的一个机场，经常起落苏30战斗机。这个战斗机啊，它执行的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任务，就是空射巡航导弹，专门炸乌克兰的内陆，而且专门破坏那些基础设施，老百姓冰天雪地啊，连暖气都没有。那你说乌克兰能惯你这毛病吗？必须得报复。现在啊，既然你炸我的民用措施，我就给你来玩阴的了。那谍战啊，是最省钱，收益也是最大的。他们经过详细的测算，也可能运用了一些超能力。然后呢，他们居然避开了所有的警戒。第二啊，他们进入了机库的深处，然后呢，直接揭开那飞机，丢进去一个热履弹。这里面有个细节啊，你要是没见过这苏30，给你一架飞机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把那舱门盖打开。实际上它有一个暗藏的按钮，你得气动按一下，这个舱门啊自动就打开了，一发热履弹丢进去。在这儿啊，给大家普及一下，热履弹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它能瞬间产生3000度的高温。如果说你丢在那装甲车、坦克上了，直接烧穿装甲。那战斗机那么娇贵的东西啊，那么多仪表啊，瞬间它就融化了。这3000度啊，所有的元器件全都变成铁疙瘩了。第二，即使是说在燃烧的过程中被俄罗斯的官兵发现了，赶紧泼水啊，没用。这个热履机它是自带有氧，你水是浇不灭的。当然了，我们通过视频发现，除了这个打开舱门盖给它扔进去一发呀，也有一些呢是在那个战斗机的进气口直接给它扔进去了，还有一些呢是直接在这个轮胎上。因为这个热履机它有一个特性，粘性很强，你只要粘在飞机上，粘在坦克上，你是揭不下来的。而且啊，它不怕水，所以接的哪儿一定会烧穿一个大洞。由此可见，这价值1亿美金的飞机也就香消玉殒了。实际上啊，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居然能到深处的机库，大概率啊，内部人士睁只眼闭只眼。那我们从深层次来考虑啊，真正打仗的人啊已经走了，原来有丰富经验的警戒部队被他们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调跑了，前方战线每天损失1000到1300人。你说这么大窟窿，
光凭这个后备队是不够的，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动员一些空军、海军担任地勤任务和非战斗部队你现在成立步兵营、步兵团，你干脆直接上去。那原因这些老兵经验丰富的，不想被收买的，早就去前线当突击队了。啥叫突击队就是发给你冲锋枪，你往前突突，要么能叫突击队吗？实际上他们会成为无人机的靶子。那既然说先进的部队调走了，谁在看飞机新兵。另外呢，他们包给了一些商业公司。当然了，你了解俄罗斯都懂，商业公司能承包机场警戒的没点关系能行吗？所以说新兵再加上商业公司，你就可见这里边它就有收买的空间。因为从内心层次讲他们也不愿意打这个仗，也不愿意自己这个机场成为这个无人机袭击的目标，最好这个仗直接打败了，咱就踏实了，老实了。退万步讲，即使说这次乌克兰打赢了，乌东四州拿下来呢，你以为大地会停止西进的脚步吗？不会的。在上一周他们不是搞了一个年度的国防会议吗？大帝说得很清楚他们要做好在2030年和北约开战的准备。人家的目标是北约，所以这些打仗的部队一定是一直会承担这个风险。如果想获得安全，干脆跟战败，想战败可以里应外合。所以乌克兰的情报部门特地讲到，本次行动受到了一些俄罗斯国内反叛力量的配合。第二件事，与此同时，几乎是前后脚，那在克里米亚的机场也是2架苏-27战斗机是被无人机击毁的，这个成本就稍微高点了。那通常都知道军用机场一定会有铠甲系统 S400的雷达监控保护着这么贵的东西。那你说这无人机来了，为什么没发现呢？原因是因为在提前的2天，把 S400和铠甲系统的雷达车已经提前打掉了。所以21号当乌克兰的无人机飞过去炸这些停在跑道上的苏-27的时候开机没有，那些铠甲系统全部变成了聋子和瞎子。这个顺序很重要，你得先炸瞎了他的眼睛，以后你才能去干这个活，而且这个时间窗口不到3天，人家第2天就把这事办了。2架飞机1个亿又没了。除了这2次奇袭损失了4架战斗机之外，俄罗斯也折损了1员中将。同样是21号的早晨，乌克兰的特种部队执行了一次机密的任务，他们在一个目标人物的车底下装了一个爆炸装置，这个爆炸装置呢直接连着它的刹车，只要你一踩这个刹车，自动引爆。这个车子是现代的索兰托，大家都清楚你只要上车一打火，必须得踩着刹车，不然的话发动机根本就不工作，这是一种保护措施。但是你只要一踩这个刹车，嘣，这车炸了，那图片简直是惨不忍睹。据一些军事博主说呢，当时这位中将他并没有立刻死亡，好像还有口气儿，送到医院里边死在医院的。据说呢身体已经不太完整这个详细的咱就省略1万字了。那这个人物不简单，能官至中将，他是担任俄罗斯总参训练局的局长。那你说他是否参与了直接作战了吗？
参与了。他不光参与过对乌的作战，叙利亚的作战他也参与过。另外，他的工作极其重要。你看，现在俄罗斯战场上那些端着冲锋枪往前冲的突击队员，半年前或者说3个月前，他还很可能是一个木匠，是一个厨师，是个理发师。但是现在兵源不足，有些街道、有些乡镇直接摊派了。你没有男人的话，那怎么行啊？只要适龄人员，你就必须得跟我走，不然你家里可就不安静了。所以说，真正把这些原来的平民训练成战士，就是这位中将干的活。所以说，他是一个在国际法上合理合法的击杀目标，这是纯粹的军事战斗人员之一总训练局局长。通过这3件事我们得出2个结论。第一个，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局、国家安全局和特种部队的阿尔法都是好样的，他们做的这3次奇袭都可以是教科书级的成功案例，没有半截夭折。第二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件事儿，从一个平民视角，俄罗斯普通的民众，甚至有一些士兵他们也不希望这个战事再继续下去。你这仗打输了，反而踏实了。如果打赢的话，大地不会停止西进的脚步。如果一直打仗，你作为士兵或者说机场的保卫人员你就会成为袭击的对象。从人性的角度讲，他们配合乌克兰把这个仗停下来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好吧？今天这3件事呢，如果您有什么见解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发表您的观点。另外，今天美国国防部对外宣布，他们发现中国在内蒙古和甘肃地区部署了100枚发射井的核弹。你说这么机密的事儿，美国怎么知道的呢？中国这是要干什么？如果您感兴趣，下一期咱聊聊这个话题。欢迎关注大卫军情机，每天都有更新，欢迎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第一时间再会。